午安，应该是下午好，大家好，不是好，今天会来到这里呢，主要就是刚刚有没有看到？虽然说我拍的那个相机影片都没有人看，不过也没有关系，我还是会继续拍下去。本人常常在做运动摄影嘛，总之呢，就是你们到目前看到的70几部影片，如果你们都有看的话，全部几乎都是用 GoPro 拍出来的。就是到底 Action 4还是 GoPro 12，哪一台比较适合我们单车人做使用呢？那今天我讲再多都没有用，我们今天就实际去评测一下这两台机器。好，那今天这部影片主要就是要分享我们运动摄影常见的问题哈。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动态摄影的时候常见到的，就是逆光啊、顺光等等的问题。所以今天就来看一下这两台相机的一个表现以及震动。我觉得现在目前已经震动好像越来越好了，摄影书是不是？对，它的防手震效果都很好。对，当然还有第三个非常重要，也是我每一次我在剪辑影片的时候，我非常 care 的就是它的收音。每次那个声音啊，我将近可以就是花大概一整天都在调那个声音的部分。我们就是废话不多说，小弟现在就来实测给你们看，走上路。这一段跟大家讲说，这是我们常用的那个色彩模式，是我们试过说，GoPro 设定成平淡的色彩模式，是我们最喜欢的。然后另外是 DJI 的 D-Log-M， 没有错，所以现在我们才要就是比较一下就是我们最常用的这个色彩模式，分别在这两台机上面效果怎么样？哎呦，有没有出现了？有没有出现那个夕阳的部分？对，你说这一段你比较喜欢，为什么 ？GoPro Hero 12它比较暖色系。对，这画面比较暖色系。对，然后暗部的层次，看起来 Hero 12的颜色层次比较好一点。有没有？现在这一段的话，所呈现的画面是我们从暗的地方出隧道了嘛？简单来讲，就是这个画面其实就是Hero 12的动态放的比较好，然后那个 DJI 的脸部亮部已经过曝了，爆掉了。对，简单的说，我就觉得就是林小迪在 GoPro Hero 12比 Action 4美啊，是不是这样？好，继续看。这边是那个树荫底下嘛，所以有点逆光了，有点逆光，暗暗的，但是 Hero 12的画面比较有血色，然后 DJI Log-M 的画面，亮度差不多，可是那个就变没血色了。没错，那就是刚刚润色彩的部分。我个人是比较喜欢 GoPro Hero 12，那你呢？老实说 ，Hero 12的颜色比较好，是不是？真的，不过就是因为刚刚其实我们进隧道，露出隧道嘛，其实刚有一点小状况，有发生状况。我们现在倒转回去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进隧道了。没错，那可以看到，这边的画面好像还好嘛，因为林小弟把它放慢了。大家应该可以清楚看到，就是楼上，就是我们 GoPro Hero 12好像发生了4级地震。这为什么发生这种状况？摄影师？简单来讲，就是在暗光底下看起来 Hero 12会有防手震关闭的情况。那它为什么关闭？这个就留给那个 GoPro 的工程师来回复。跳过。然后人的脸的这边，其实好一点点，但是还是。整体来讲，还是 DJI 的防手震还是有在作用的。好，我们现在重见光明啊！好，现在一样就是棕色。这一次 GoPro Hero 12新出 HDR 的一个画面，那我用的帧率目前是60帧，那是4K。那大家晓得，奇怪，为什么不用5.3K 呢？原因是因为5.3K 没有60帧啊，我们 GoPro Hero 12 5.3K 目前 HDR 的话，它只有30帧。那时间不早了，我们继续测试下去 ，Go！完成了 HDR 和非 HDR GoPro Hero 12的一个拍摄时间也不早了，所以我们要回家，再告诉你们差异性在哪边。好 ，Go Go， 先回家。没有错，这个就是 GoPro Hero 12最新功能啊，就是 HDR。所以简单来讲，你是不是喜欢 HDR 的效果？对，可是我觉得要看就是风景可
可以啊。人的话，我就觉得就是平淡模式，我好像长得比较好看，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觉得 HDR 的人像好像太清楚了一点。我最近不是割字吗？那个他都把我那个字拍得超清楚，我就觉得有点太裸露一点。然后我们就发现说，它 HDR 的时候，它只能设定自然的色彩模式，不能设成平淡。哦，所以我们最喜欢的平淡模式就没有办法，就没办法切了。哦。然后我就觉得它颜色有一点太浓，太 over 了。简单讲，我觉得口味太重，不是很自然。可是我就会觉得说，如果像是我如果今天去火山践行，我就可以把那个火山实际眼睛看到的画面拍下来，那个岩石的纹理啊等等的就可以这样子。好，下一个，我怕我们等一下会打起来，你知道？嘿，我们现在要测的就是我们动态范围大比拼，要怎么比？我们当然是要比我们 Action 4以及我们 GoPro Hero 12好的那个动态范围，好不好 ？GoPro Hero 12它的动态范围当然是使出它最强的，就是 HDR。Action 4没有 HDR。所以它使用的是 D-Log-M， 所以我们是用这样的模式，去做一个测试。好，那以下就来看一下我们画面的比较喽。哦，很明显呢，我觉得蛮明显的，就是那个，就是你逆光的时候脸部比较亮嘛，得修。然后上面的天空层次好像多一点，是不是？这里哪一个层次多？讲出来。我人的层次多了，是什么？不讲干话。HDR 对 GoPro 的这个 HDR 层次真的比较多，像这个画面就是那个，你看天空的夕阳都还看得出那个云彩。对啊，然后就是夕阳的感觉。那现在就是到亮光的部分，是不是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个 Action 4其实开始有点出现过曝吧，就白白的。对对对，就是天空一片白，所以很明显呢。好，老实说 ，Hero 12的 HDR。是厉害的，对，就是对照那个 D-Log-M 的部分的话，除了刚才人像的部分我不喜欢以外，其实是很不错的。像这个拍风景很不错，人像不要这么裸露嘛。对，我会这样就放过 GoPro Hero 12吗 ？No， 我跟你说 ，GoPro Hero 12啊，就是有一个还蛮厉害的一个东西，就叫 log。那为什么就是要比对 log 呢？因为我们 Action 4刚刚都是用 D-Log-M 的模式嘛，好吧？我们的那个 GoPro Hero 12一样要使出它的 log。第一个画面其实就是比较暗嘛，逆光，对，太逆了，这怎么比？我把它拉亮哈，所以就可以看到拉亮后的画面，跟它贵嘞。我们套了官方的那个 LUT 好像有点问题，对，那就看到这个颜色。就是稍微铁青了一点啊，大家就很像肠胃炎的那种铁青。对对。好，那其实我们 Action 4也是套那个官方的 LUT，所以这就有点奇怪啊。反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这样看一下，出现亮部了。这边颜色就比较自然，就比较人脸嘛，然后再来是景，就是翠山分局嘛，对，然后可以再看一下我们的风景的部分呢，就是摄影师你觉得？我觉得动态范围跟颜色还有暗部的细节。半斤八两，就我们这次的测试来讲，然后补充一下，就是 Hero 12 GPlog 只能设 ISO 100到400，这个限制很大，我觉得不太能用。所以呢，才会发现什么？这个很暗的地方，你把它拉亮，看起来是完全不行的，就看到快点贵。诚恳的推荐大家不要用 GPlog， 没有，我们目前测没有比较好。对，开 HDR 就好啦 ，HDR 或者是平淡模式就好了。我觉得平淡模式比较好用。对，目前是这样，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好，现在是切到 Hyper View， 然后对比这边 H， 对，对比这边，切成超广角。好，那现在是我们的两相机最大视角的大对决。那分别是我们 GoPro Hero 12的Hyper View 以及我们 Action 4的超广角，通常就是旁边人最衰小。好，可以看一下，来，这还不是最旁边呢。来，我们把镜头稍微转一下，你就会知道。来，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摄影师的手？哇塞，有没有？你看他的这肩膀，有没有？有没有看到？哪一台比较不严重？你现在感觉好像很胸肌耶。我觉得两边这要回去看才知道。现在没办法放大看，现在感觉都蛮严重的。都蛮严重的。对，那感觉好像你的胸肌会变大。那如果是我嘞？
胸部会变大，那个胸部会变大，左边好像 C 罩杯，但是好像有一点往下，就是 C 罩杯不容易，好，也不是这样测的吧？有人这样测吗？好了，我们讲一下，就是那个，越大视角其实就会有那种什么大山大景的感觉。对，哦，这样360就有大山大景的感觉。没错，看一下360的画面。可是呢，运动相机这个最大视角，对，就会看起来，很变形，很变形啊。然后你看我的手，我觉得手最明显啦。没错，我最讨厌就是那个手。来看看这边有没有？来看看这里前面，哦，这个手最夸张。那看大家觉得哪一个比较严重？要是你们会选哪一个？没错，要是你们会选哪一个这样子。不过通常我们不会这么变形的去拍啦。对，我们基本上不用，我们还是用外的就好了。这个这么变形好像不行。对，这个这么变形好像不行。对，我觉得相机评测好辛苦，好辛苦，比骑车还辛苦。哦，没有，中16比较辛苦。我觉得收音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是动态摄影嘛。那在动态摄影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就会遇到很大的就风切声，还有地上空空空的声音。那这次 GoPro Hero 12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它可以收蓝牙耳机的声音，对不对？好，接着就把我们的蓝牙耳机通拿出来。对。有多贵的蓝牙耳机都把它拿出来，没有贵。好 ，AirPods Pro，AirPods Pro， 然后再来还有一个是什么？来，这个可以看一下，这个蓝牙耳机有没有看到？这个骨传导，对，这个是骨传导，哪一排嘞 ？AfterShock，对，就是骨传导，就是让开放性的耳机。对，我们先测就是内建麦克风的声音，我们再来测试就是这2款耳机。好，那现在是我们 GoPro Hero 12的声音。要讲什么？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要吐葡萄皮，皮皮皮噗噗噗。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要吐葡萄皮，皮皮皮噗噗噗。来 ，GoPro Hero 12 Action 4的声音，下坡声音。大家听完那个内建麦克风的声音，觉得怎么样？差死啊，超吵！不会啊，上坡还行啊。GoPro 10安卓可以用蓝牙耳机收音。对，那我们就想到，那这样应该照理来讲，摄影师这样应该是可以减少那个地面的那个震动声。那我们就测下去，测给大家看看吧。对，我们现在要测试的是我们 AfterShock 的那个骨传导耳机啊。好，现在你听到的声音全部都是骨传导耳机发出来的声音。好，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要吐葡萄皮，皮皮皮噗噗噗。现在是下坡 GoPro Hero 12，我们 AfterShock 的传导耳机。好，有没有白白的 AirPods Pro？ 来，好丢脸，我怕被客诉。好，一样的，好，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要吐葡萄皮，皮皮皮噗噗噗。其实我更不懂在干嘛。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要吐葡萄皮，皮皮皮噗噗噗。我到底在干嘛？好，活到这个岁数还是需要一点羞耻心。好，来，差不多回转嘛。好，你看完刚才那个，听完刚才蓝牙耳机的声音，感觉怎么样？就一个皮皮皮啊，噗噗。不是啊，重点是你觉得好丢脸。你觉得能用吗？我觉得不能用哎。用完蓝牙耳机之后，决定回去用内建麦克风声音就好。对，因为就是那个上坡，不知道为什么它会有那个降噪的声音吗？降噪以后的声音十分不自然。这个蓝牙麦克风的声音呢？我知道，一个字闷。备而不用就好。Hero 12的蓝牙耳机的声音是存成另外一轨的，然后主机的内建的声音也是有录成另外一轨的。对，所以有2轨可以用，回来再用剪辑软体去设定就好了。反正收音的部分就是这样，就是继续用那个什么，就是什么的收音，内建麦克风的收音就好了。就这样，其他蓝牙的部分，我觉得应该是我们没有找到，一定是这样，我们没有找到适合的耳机。对，好，就这样，下一看。来，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钓虾场已经开始灯都开了哈。好，那目前我们因为是晚上，好，那等一下我们看一下他们2机低光源的状况表现怎么样吧。剑南山给你们看一下低光源的一个状况，好，你们比对一下。Rainy days don't seem so wet, stormy nights don't stay.
From the moment that we met, you're worth the wait. Oh, this could be the best thing that I'll ever know. Mm-hmm. 有路灯啊，有路灯，有啊，路灯有路灯了。然后我还有夜景，好，可以比较一下哪一个比较好。好，不知道大家看完刚才那个暗光的表现，大家觉得怎么样？我觉得音乐很好听啊。哦，其他不予置评。简单的结论就是 Hero 12，表现比较普通一点。对，哦，就是有防守阵失效，防守阵失效啊，还有极暗的时候那个消失，画面全黑，没有画面。哦，那 Action 4是防守阵还有一点用，是，然后那个至少还有画面，是。哦，但是最强的都不是他们两个，拿起 iPhone 就通电这两台。对啊，竟然而且我们拿的不是15呢，我们拿的是什么 iPhone 13 Pro Max， 2年前的。对啊，对，还一样屌打。Hero 12在暗光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它可以录那个光轨。哦，对。对，然后就车轨。这好像11就有了。对，还有星空，是我们会带着它的原因。对。还有 Hero 12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你可以设定那个预约缩时啊，对，真的预约缩时真的非常重要。预约缩时可以在5点半，你不用起床，他就帮你录那个缩时。我觉得所以 Action 4不能预约。不能约，你可以预约闹钟把自己叫起来。好啦，所以我觉得就是 GoPro Hero 12，如果真的要拍夜景，我们就全部把它变成光轨和星空，是不是一个方法？来，林小姐，我们现在结尾了。对，我先讲我的。好，我觉得 Hero 12白天画质之王，这是你对它的一个评论。Action 4全天机，那是因为电池的关系吗？还是怎样？是因为它晚上比较堪用，对，暗光比较堪用，所以那个你如果带整天的话，我觉得 Action 4比较适合。可是呢，我觉得画质跟颜色，GoPro 的平淡模式是我觉得用起来以颜色来讲，我觉得很难比，Action 4比不上。所以这是你的一个就是我简单的结论。然后对我而言的话，我觉得就自始至终，我真的还是最喜欢 GoPro 的颜色。我从9用到现在嘛，是12。那我真的觉得它的暖色的感觉我很喜欢。对，那再加上这个 GoPro Hero 12它有 HDR， 我觉得我又可以拍景，拍的更有那个感觉了，有没有？例如说日落、黄昏、岩石哦，我就会用 HDR 的模式。那其他的部分我可能就是会用平淡模式来拍摄。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假设你今天出国旅游要拍摄，只能带一台机子，为什么只带一台？可能空间不够啊，重量不够啊。空间不够。好了，只能带一台。那你要带哪一台？好，那我觉得这会有两个，就是我今天去拍摄是不是商案？如果真的是商案，就是商案是什么？就是人家付我钱叫我去拍的，那我一定会带 GoPro 12，因为我比较喜欢它的颜色。我回来，我至少要把那些光源都有抓到，我回来才可以去调整嘛。对，那不会是过曝没有抓到，那我回来就是冷冷的那种颜色，我没有办法领钱，会很麻烦。对，那不过。那大家想，那晚上怎么？晚上我就换成手机嘛。所以你的搭配就会是 GoPro Hero 12，对，加上手机，晚上改用手机。没错，我可能就会这样子做。不过，如果今天是一整天，真的都是一整天，就是我如果是一整天从早上什么凌晨，然后拍到晚上夜景的，我绝对如果只能带一支嘛，我就会带 Action 4。所以我们又回到我们的最重要的结尾了，小朋友才做选择。对，所以我们就是2台都带，记得再带手机，一切都比较安全。这样好麻烦哦。还好啊，还要带2种电池，这不就拍摄吗？你还没习惯？没事，不要乱买运动相机。也不是啊，我觉得运动相机它就是有好有坏啊。那我觉得我们就是分析出来给你们，所以我都会带来。嘿，这就是结论。我们又发生了结论比正片还要长的情况了。我们讲太多了，这很真实吧？太真实了，太真实了。我们就到这里为止吧。好啦，就这样。好，大家记得。明天也没有 GoPro Hero 13了。好啦，那我们影片大家到这边。那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要干嘛？订阅、按赞、分享，这样才有 GoPro Hero 13。那我们下次见。订阅、分享。对，那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来测试看看，来测试看看说好。
到底为什么这里蚊子可以这么多？好，不是。